叶片出现焦边啊，出现黑斑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频啊，教你正确辨认植物缺水晒伤还有单纯干晒晒伤的一个区别啊。咱们看花友提供的一个素材啊，两种状态的具体区别啊。那么看左边这一棵啊，第一棵这棵植物它出现焦边啊，叶片暗淡，新芽长势相对来说比较慢。这种情况下啊，往往是你阳光强，盆土干啊，你又缺水又晒啊，两点它造成的这个问题啊，出现焦边卷叶的这个现象，是吧？这叫缺水晒啊。这种方式的解决，你要提高浇水频率啊。如果晒的比较严重、比较狠啊，咱们给它挪到这个上午的光照啊，尽量的不要让它全天晒啊，去缓一缓，缓完以后啊，然后咱们再去给它晒进行链苗，这样植物它就逐渐适应你家这个光照环境了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叶片出现黑斑，这个中间黑边上黄的这种现象啊，就一查，很多人一查啊，它特别像炭疽病啊。这种的话就是它是单纯的阳光晒啊，就你这棵植物它没有经过这个阳光暴晒的一个过程，到你家以后是吧？然后突然的话给它增加光照啊，全天晒的话，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这就是不缺水的时候，它单纯晒啊。解决方案两种，要么避光，要么什么，要么直接就放在那儿啊，去链苗，让它强制它去适应你家的这个新环境啊。那往往它新长出来的芽啊，新长出来的叶，它就没有问题。这是两种情况的一个区别啊。你不要说植物有点问题就有菌了、有病了啊，植物没有那么爱得病啊。夸夸喷药啊，喷药反而叶子喷黄了，产生药害了，是吧？很多人都犯这种错误啊。根据你自身啊，你是想练它，你还想保护它一下老叶啊，自身去选择，是吧？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有人说土干了就浇水，有人说植物黄叶了、落叶了啊，咱们再去浇水。到底是根据土壤的干湿浇水，还是根据植物状态表现去浇水？很多人都学蒙圈了啊，越学越迷糊。今天就给你解决，到底是根据土壤的干湿去浇水，还是说根据植物叶片表现去浇水？咱们根据土的干湿去判断浇水，它的本质是要做提前给植物进行一个水分的补充，并不是说这个土的干湿能代表植物缺不缺水。那么咱们根据植物的叶片去观察植物缺水的表现啊，或者是底部的掉叶啊，或者是叶片的萎蔫呐，或者是底部出现的黄叶啊，是吧？这些一般是植物叶片反映出来缺水的症状。根据叶片判断浇水的时候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的本质是植物已经缺水了。根据土是咱们提前去浇，根据叶片是延后了去浇。这个是它两点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。咱们花友的误区在哪儿？我总想通过土的干湿判断这棵植物缺不缺水。你们的误区是就想知道它这个土它要干到多少啊？它要干到多少我才可以去浇水，是正好的。他总想着卡的正好这个点去给植物浇水。那么这个误区就是环境的不同，配土的不同，花盆的不同，植物的不同，光照的不同，是吧？土温的不同，水温的不同，环境温度的不同，环境湿度的不同，通风条件的不同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什么？没有标准答案，所以看起来通过土壤去判断浇水很难很难，也没有人能够讲出来这个土到底要干到什么程度，咱们去浇水。刚才说了啊，根据土去判断浇水，咱们的本质是提前补充水分啊，提前去补充。那么代表什么？代表咱们通过土壤去判断浇水，什么？错误率高啊！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去减少错误的发生，让你家里室内的植物啊，整体浇水浇错的时候容错率提高，植物不会出现问题，那么你就赢了。而不是去纠结我这个土到底要干到2厘米浇水、3厘米浇水、5厘米浇水啊，是完全干还是微微干还是潮乎的那种干。那么咱们上个视频讲的方法是吧？咱们可以通过配土里边去加颗粒啊，你加火山石珍珠岩都常规性的一个操作啊。你不会浇水，室内通风不好，你颗粒你就多加点，让咱们浇完水以后土里边的什么水少一点啊，空气多一点，这样不必担心它闷根。但是你要改变之前的浇水习惯，咱们不要说，我浅埋浅种了，底下做淋水层了，我配土我也非常好啊，里边有这个珍珠岩火山石啊，用大块的泥炭啊，我花钱我去买这个东西，然后还是不敢浇水
啊，那么你去买这个东西，你去配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啊！要改变浇水习惯，要打破之前的浇水习惯啊！像稀水一些的植物，你要敢于浇水。那么我教你们的，根据土壤判断浇水，在几个前提下啊，盆土稍微透气一些，土壤稍微透气一些啊，底部排水不好的垫槽粒做淋水层，盆面露出来点根儿，浅埋浅种，这种情况。稀水一点的植物，咱们一般盆面的土变色了，咱们就可以浇啊。你摸着湿，但是植物表面的根系已经吸收不到水分了，它已经干了啊，咱们就可以去给它浇水，是吧？耐旱一点的植物，茎干叶片能储存水分的植物，你像什么？像发财树啊，像多肉啊，是吧？咱们就可以稍微干的多一点。咱们再去给它浇水，盆土干个1个指节、2个指节左右啊，是吧？根据你家的环境，温度高、通风好啊，咱们适当的进行调整。这个1年4季通过土壤判断浇水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前期你去学习、去掌握的时候，可能会浇死2个花，但是你要放心大胆的去尝试。那么第二个，根据植物的叶片去判断浇水，我也教过你们啊。咱们根据植物叶片去判断浇水，是吧？叶片硬的啊，叶片小的，叶片硬的植物缺水的时候，它会出现底部掉叶的这种状态，是吧？叶片大的、叶片软的，它缺水以后会出现底部黄叶的这种状态。根据植物叶片它缺水的症状去判断浇水的时候，咱们的误区在哪儿？误区就在咱们已经看到它掉叶了，已经看到它黄叶了啊。那么它黄叶掉叶，它会有一个周期啊。植物的反射弧比较长，并不是说它缺水了掉叶了，我浇完水它马上不掉了，它会持续掉个5天到7天左右。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什么？底部叶片秃。啊，只有顶部长是吧？底部缺叶啊，不好看，影响美观。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在哪儿啊？他不知道这个黄叶是缺水的表现啊，他不自信。即使我给你讲了啊，你茶花掉叶，你就给它浇水，缺水，他还是怕闷根不敢浇水啊。再一个就是他不知道，哎，这个茶花底部掉叶，它就是缺水啊。我浇完水了还掉，浇完水了还掉，它得持续掉一段时间。那么第3个误区就是说，这个植物黄叶了，这个植物落叶了，是吧？它黄叶以后产生一些黑斑了，他总感觉是病害啊。他去问别人，别人也告诉他是病害，是不是？那么他去喷药，他不想着用水去解决，他想的是用喷药去解决啊。喷药产生一些副作用啊，植物掉叶更厉害啊，最后这棵植物光杆死亡。这个其实本质原因不赖你，就什么？你的经验不足啊。我去告诉你，这个掉叶它就是缺水，你还是不太敢相信啊，是吧？那么咱们根据叶片去判断浇水，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什么？哎，观察，比如说茶花啊，底部掉叶了，我持续的补充的水分，提高土壤的这个持水量，是吧？增加土壤的湿度啊，我浇水以后，持续7天以后，它不掉叶了，那么 OK， 大概的咱们记录一下它的一个在你家环境的一个周期，做到咱们提前去给植物补充水分，这样会避免植物去掉叶的一个状态，是吧？也有些人说我掉一掉，就问了啊，我的花是不是要死了啊？我的花为什么开一半不开了啊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是不是得病了？是不是缺肥了？先排查水，浇水它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啊！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